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见面。这一次呢，我是一个全国的会讲座。今天这一次讲座的题目就是无巧摄不风光。这里呢可以看到巧摄这些年的发展。我是从13年的时候开始学起的，那时候其实刚刚开始学习风光摄影，没多久吧，我差不多就学了1年，我就觉得这不行，我得有个软件来帮助我做一些摄影方面的计划，所以就开始写这个软件。一写呢就写了10年，我自己也没想到，本来这真的是就想自己写的好玩的，结果一写了10年啊，到现在已经11年的时间了。在18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做过一次巡回讲座了。其实每一次巡回讲座，这个特别好的地方，除了和大家见面，我也收到很多的反馈。所以呢，我18年回国以后，我就做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后面2个3维模型以及机位探索这2个功能都是之后再发表的。这一次我又回来一次啊，其实我这次又收到很多的反馈意见，所以回去还会做进一步的改进。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就巧摄最初的英文名大家知道什么吗？Planet 都知道的，其实最初是叫这个名字，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直接翻译过去就是摄影师实战工具。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想做一个摄影师到了实地能够用上去的一个工具，但是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土了，所以就改成这个 Planet for Photographers， 就摄影师的一个计划的软件的意思吧。后来觉得这个名字也太长，就改成 Planet Pro，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巧摄专业版。好，那么巧摄最初上架卖多少钱，大家知道吗？你们多少钱买的？68， 40的有没有？有40是吧？那你的比较可能18年、17年左右。最早的时候大家知道多少钱吗？2个没到，对，特别便宜。因为当时我其实还没有，连心力功能都没有，里面太阳月亮这些东西都没有。差不多你们现在不是下载巧摄中国版、安卓版本，下载了以后打开内部购买成专业版吗？2块钱那个版本基本上就是现在是免费的这个版本。但是后来你只要是买了这个版本呢，一直到升级到现在，这些年做了很多的升级，其实都是同一个版本升级上来的。好，那这里呢这个字大家不用看了，就看几个红字就好。我在做这次讲座的时候，我就想风光摄影和巧摄是个什么关系？我就问这个 ChatGPT， 我就问他风光摄影有哪些知识点，他就把这个列出了这8点，大家可以看一看。第一点大家看什么？光线，对吧？大家同意吗？是不是在风光摄影中光线特别重要？太阳月亮的位置，各种不同时段对我们拍照的影响包括银河这些其实也是一种光嘛。所以第一条这里面讲到的这些光线，而巧摄呢是恰恰最有用处的地方，因为巧摄能够提供所有你知道这些光线的方向、强弱等等都可以。好，第二点呢，构图。我们一般讲构图，大家可以想一下，一般说构图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时候进行构图？现场。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可以左右移动啊，上下动啊，前后动，看看什么样的构图最好，或者用什么样的焦段。但是巧摄把构图提前了，为什么呢？因为巧摄就是一个虚拟相机，我可以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规划。我可以在家里说，我用500毫米的焦段拍某一个建筑物是什么样子，因为巧摄可以进行模拟，也就是我们在出去之前就可以把一些规划都给做好。大家平时出去玩的时候，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需要徒步。一般开车就无所谓了，镜头都带上，但是需要徒步的话，你就要考虑咯。有的重的镜头你就不想带，有没有这个需求？大家想一想看。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带什么焦距，但是用了巧摄之后，你就知道到这一块能用什么焦段镜头会比较好，你就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在后面呢，景深和长曝光其实也是2个相当于怎么说，巧摄里面比如说有景深计算的功能，长曝光呢我们有 ND 滤镜计算的功能，其实也是对这提前规划，之前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去曝光，也是个摄影计划的过程。好，第6就色彩，后期巧摄用处不大，所以没有变成红色。地理和气象知识也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用了巧摄之后呢，就对这个天气特别感兴趣，对这个地理也特别感兴趣这些因为也是用了巧摄，实际上把他们的视野给开阔了，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那么最后一点也没什么，所以大家可以看出8个知识点，其中有5点是和巧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巧摄还是对风光摄影师非常有用的。所以我这个题目就叫无巧摄不风光。平时我们在群里经常大家调侃的一句话，说风光摄影师就分为2大类，大家知道是哪2大类吗？对，用巧摄的和不用巧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用了巧摄之后，你发现你的各个方面的理解，对风光摄影的理解
包括一些技巧啊，以及你的思路啊，会大不一样。所以你后来用了之后，你真的有这种体会吧？如果说你不用巧舌的话，可能你很多时候是出去懵啊，或者说没有一个思路，到了地方不知道怎么拍。但有了用了巧舌之后，你的各方面思路都非常的清晰，所以用不用巧舌区别是非常大的啊。当然了，学习巧舌也很难。今天刚才还有一个老师不知道是谁，我记不得了，他就说他一直不会用，我说你学了没有？没有学。他没有学，怎么可能会用得起来呢？所以学巧舌肯定是个学习的过程，这和你的风光摄影也一样，没有说风光摄影你不学也能会，你参数不会怎么拍，对不对？所以呢，我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学会了巧舌，也就学会了风光摄影。这个感觉好像是反过来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巧舌里面有很多风光摄影的知识点，你其实把巧舌学会了以后，为什么巧舌这样做？为什么你这样去操作就能得到一个结果？那其实就是个风光摄影的学习过程。好，那今天呢，我会有3个实际的案例，所以我待会儿大家把巧舌专业版的拿出来啊，因为我要教大家实际的操作。第一个呢就是银河之眼，第二个玄日玄夜，第3个玉色火烧云，这3个都是挺难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银河之眼啊，有多少人拍过银河之眼？举手啊，这么少。其他人拍过星空吗？拍过星空的举手啊，稍微多一点啊。从来没有拍过星空的举手，我了解一下。从来没有拍过是吧？好，没关系，我们讲多少算多少啊。因为如果没有拍过，理解会差一点，但是没有关系。这就是银河之眼。大家看这是什么啊？月亮，没有人说太阳是吧？反正前面这么20多场有8场，你看这是什么？太阳。为什么不可能是太阳啊？看不见银河了嘛，对吧？有太阳不可能有银河，所以这是什么啊？银河。那这个呢？银星，银河中心。对啊，为什么叫银河之眼呢？我们来看一下，像不像个眼睛啊？这就是银河之眼的来历。好，这个巧舌难度系数为5，后面我会说到什么叫巧舌难度系数啊。那么银河之眼呢，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并不是说你随便去个地方就能拍到。那这里准备工作有几点呢？第一点呢，你要找个光污染特别低的地方啊，在这个城市里面拍，沈阳城市是不可能拍到的。第二个呢，你要找一个地势高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能看到月亮。如果像我们平时拍银河的话，不一定要找个地势高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山谷里面拍，这边有一个很高的山峰，我们可以银河悬在这个山峰旁边，这是可以的。但是呢，银河之眼是不行的。第3点呢，找一个地景，最好有湖或者是有一个悬崖。为什么需要有湖啊？为什么啊？有导引嘛。如果湖面非常平静的话，有一个导引就非常的漂亮。啊，选时间呢，一连差不多有10天左右的晚上可以拍，3月到6月，你下半年是拍不到银河之眼的。第3个就是啊，如何拍摄，比如需要广角镜头啊，多环全景拍摄设备啊，这当然是必须的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拿出巧舌出来，我们打开这个新历翻页，知道怎么打开吗？标题栏往下一拉就打开了。对，我们来点击暗空亮度这个页面，第2行的第5个。稍等片刻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彩色啊。如果没有出现彩色呢，你就这样去拨这一个滚动条，往下拉，把地图缩小一点，就会看到彩色了。哎，这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波特尔参数，这个波特尔参数就能反映这个地方的光污染程度。在巧舌里面，你这样去移动地图呢，它就会把地图中心的波特尔参数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拍星空非常的重要啊。那因为波特尔参数我们分成1到9级，如果8级、9级，你能不能拍到星空啊？拍不到的啊。多少拍到？大家说，1、2、3是最好的啊，4级其实也可以了，1、2、3是最好。一般我们以5级作为分界啊，这5级以下会叫差很好，但5级以上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想拍摄银河之眼，首先要找一个光污染低的地方啊，一般都是越偏的地方，这个光污染少，到城市就不行了。好，了解一下，我们想拍银河，找一个光污染低的地方，找1、2、3级的。好，那么好，再打开这个新历翻页，我们接着操作，打开新历翻页，从标题栏往下一拉就打开了，我们选择第2行第3个银河搜索，选了没有？第2行第3个银河搜索都选到了没有？确定一下，对，选了没有？好，对，好，点一下这个开始的日期，就是第2行的第1个。点一下开始日期那里，把它改成今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叫今年1年，这样，不是今后1年啊，是今年1。那现在就显示1月1号到12月31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可以了没有？那现在我们来点击这个可能的银河构图，下面可能的银河构图点一下，好，弹出这个窗口，有没有？好，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一页的功能就是说，
你选择某一个星空的某一个位置啊，它就告诉你今年一年有哪些时间可以去拍。我们要拍摄银河之眼，首先要有个什么？不考虑月亮的情况下，首先要有什么？银河拱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银河拱形。但银河拱形一般这边不写了吗？10度、20度、30度、40度、50度，这些都属于银河拱形，对不对？但是呢，10度和20度的银河拱形比较低，比较难拍，尤其是稍微有一点光污染，因为它的地表的光污染都会比较大嘛。所以一般我们10度、20度我们就不怎么拍，一般30、40、50度都是特别好拍而且特别好看的银河拱形。所以我们统一选一个40度就好了，银河拱形40度。对，选个40度就可以，就不要动它了啊！选了就不要去动了。再讲进一步的操作，选好了没有？好，那现在上面告诉你多少个结果？107是吗？我现在发现是越往北边越少结果。对，我在南方的时候130多个，昨天到大连113个，到你这儿就成了107个了。好，我们来点这里，点一下107那个地方，点一下107那里，就弹出这个窗口了，有没有？有了吧？好，大家看看第一天是几月几号？不用看我这个，我这个肯定不对，跟你们不一样。哎，3月8号几点几分？对，4点37是吧？好啊，第二天呢？看看。9号4点33。啊，差了几分钟？对，你们后面都看看差了几分钟，看一看，4分钟。对，好，那我问你，为什么差了4分钟？地球的自转，对，这后面这哥们讲对的啊。地球的自转造成啊，一般所谓的一天，大家知道24个小时，实际上是叫做太阳日，因为太阳跟我们影响特别大嘛，所以每天太阳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就算一天过了。但是实际上地球自转一周是多少时间啊？实际上叫做恒星日，那之间刚好差了4分钟。所以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设今天晚上8点钟啊，我们看到银河在这了，明天几点钟看到银河在同样的位置？7点56分。对，不是8点04分，而是7点56分。每天往前提前4分钟。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天提前4分钟，是不是到了某一天我们就看不到银河了？7点56，然后7点52，总有一天到了5点4点，那就没银河了嘛，就这样。所以这所谓的银河搜索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做的。好，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这个什么月亮这方面的月相等等东西。以前我们刚开始拍摄星空的时候啊，我们每次我一进来我就选没有月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月亮的时候银河特别亮。但是到了后来拍多了以后，发现呢没有月亮也不好玩，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月亮以后前景也特别黑，尤其是在光污染特别低的地方，前景特别黑，难拍。所以我反而会选择一些有月亮的时候去拍，反而好玩一点啊。所以后来慢慢就不选择没有月亮了。我们看下面，就是月亮下面月亮的方向和仰角这里，看到没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银河都是这个位置，都是同样的位置，我们来找月亮在这个时间的某一个位置和仰角。那这什么意思呢？月亮在银星的相反方向，仰角正负6度。那什么情况呢？我们来想象一下，这边是个银河拱形，40度的银河拱形，而月亮在哪？这一边，月亮在相反的方向，仰角正负6度，意思就是说它马上就要升起来了，或者已经升起来了啊。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这样的时间点去拍？银河在这儿，所以我们肯定是不是拍月亮？因为银河在这儿，月亮在这儿，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日子去拍？为什么？照亮地景。对，因为银河在这儿，所以我们是朝这个方向拍。而月亮呢，在我们身后升起来了，刚好把我们地景照亮了。所以，如果你前面拍一个特别漂亮的山峰，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日期，尤其是雪山啊，你可以选择这样的日期来，月亮从后面照过来。也就这个选择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再往下看啊，就看银星相同的方向，正负6度。好，那再来看一看这个情况，银河拱形在这一边，而月亮在哪一边？也在这一边。那这是什么构图啊？这不就是银河之眼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点击它，选择这个，点一下，看看有几个结果，看标题就知道了。几个结果？6个是吧？第一天哪天啊？就第一天4月3号是吧？对，最后一个结果呢？5月28已经过了，到你这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在大连还有一天可以拍，到你这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今天没戏了啊！等明年吧，你们会用了就好吧，明年计划一下就行了。对，你其实到大连那边6月23号、24号可以拍，但是那一天月亮就很大了。你们注意看这个月相啊，对不对？你看是不是越来越大？你们看你这个手机上，你看最后一个月相是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它这样就是这样一个规律。每年的银河之眼呢，开始是最好的。所以说，银河之眼其实最佳的拍摄月份不是现在，而是3月、4月是最好的，因为那时候你看这个月相，看这个月相就知道了。
看这是不是特别小？越往后月相会越来越大，所以反而不好拍了。好，那大家会找银河之眼了吧？会了没有？啊，如果今天学到这么多也差不多了啊，就可以算，但没有白来了。对对，其实觉得巧巧这种真的太多了。你想我有40多期视频，我如果是以前曾经讲过一个培训啊，我讲2天，就是把所有论都过一遍，当然大家也都学懵了，因为2天时间实在太紧张了，所以真的非常多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统一就选5月多少号？5月你们最后一天哪一天？5月27，无所谓了，就选那一天吧，点一下它，就推到点一下，好，就不要动了。我刚才也说了，银河拱形不是30、40、50度都有银河拱形吗？但是每一个其实都可以拍出银河之眼，所以并不是说一定是40度，所以我就把这个30、40、50都列出来了，完了做一个汇总，就得到今年所以拍摄银河之眼的时间。所以大家也看出来，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拍，可能越往北边时间就越来越不对了。但是现在这是今年1年的所有可以拍摄银河之眼的时间。可以了啊，这个其实拍不拍也没有意思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对，明年日子一样不一样？大家说，明年是不是也这些日子啊？不是，对，明年日子不一样的啊，因为月亮不一样，所以得到的不是这些日子。对，你们可以算一算，很快就可以算出来明年哪些日子可以。好，那我们打开摄影工具啊，摄影工具怎么打开呢？点击左上角菜单，点一下摄影工具，就打开这个。对，摄影工具，你就或者你这样扒拉一下，这样一拨，往下从这个地方往下一拨，有6个摄影工具。每个摄影工具对应的都是一个主要的功能，比如说你想知道一个地方的坐标，你就用第一个摄影工具啊；你想知道2点之间的距离，就用第2个摄影工具；你想知道景深这个大家都懂。那现在呢，我们要用全景，为什么要用全景这个摄影工具啊？我们要拍啥？我们要拍银拱嘛，银拱大家能不能拍得下来？180度能不能拍得下来？啊，拍不下来，那怎么样啊？全景接片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点一下全景，点好了没有？点一下这个按钮啊，大家看过来啊，点一下这个取景框按钮，在屏幕的右下角取景框，然后选择最下面一个叫做 V2 虚拟现实取景框，这个按钮点了这个按钮没有？没有，这竖直方向不是有4个按钮吗？点4个按钮的最下面一个 V2 虚拟现实取景框，点了对啊，这个稍等一下啊，我待会儿会给大家操作一下。对，这时候呢会有这个贴片，这时候会出现，有可能出现2个，大家听过来，大家听一下。有可能会出现2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如果你没有买过三维模型，它会说你要不要查看三维模型，你就写继续就可以了，不要管它啊。第二个呢，要向你下载离线海拔，确定就可以了。要不要下载你就取消，不要下载离线海拔，好就出来了，有了吧？对，就这样就可以了。对，取消，因为这么多人一起下载太慢了，离线海拔取消就可以了。对，就这样就可以了。对，以后要下载，对，今天就不要下载了。所谓离线海拔就是为了把地形给画出来，但是因为我们拍摄银河拱形，现在不用太在意这个地形啊，我们现在这一步不需要，对，以后需要的，可以了吧？对，好，那现在呢，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绿色啊？有没有？有的。如果没有怎么办呢？因为你想拍银河拱形，你必须朝哪个方向拍啊？只有朝东方向，至少在北半球啊，只有朝东才能看到啊。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东啊，我就假设这边是东。只有朝东边才能看到银河拱形，所以你就去这样去拨，把它拨到下面这点出现正东就可以了。你看一看，有了，对，有了。这个实际上就对这个银河拱形做了一个模拟而已。好，下面我们再做几个操作啊。第一个操作呢，我们点一下总视角，这个有点高啊，总视角点一下，把它改成180啊。如果不是180，改成180；如果是180，就不用管它了，是不是180？对吧？好，第二个焦距你们是多少？看看。没事，你就跟上它，没事，180嘛，对，就是说这180，对。好，第二个焦距50吧，如果你们是50，点一下，把它改成24，改成24。好，第三个束缚应该用什么啊？为什么用束缚啊？束缚，因为全景接片都是竖着拍的，竖着拍的。好，那再看最后一个结果，结果是不是跟我一样？我是6/30，2/40，跟我一样，不一样，对，不一样没关系，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就点这个地方，好，就看到类似于这样一个界面，有5个选项，对不对？好，后3个选项呢是和全景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后3个选项的第一个，大家看是什么？重叠的百分比，大家说应该重叠多少？应该重叠多少？至少1/3，一般白天的话1/3就够了，但是夜晚1/3是不够的，要重叠多少呢？40到50，啊，我们来选择40，重叠40%改成，对啊，大家记住夜晚要多重叠一点啊，白天无所谓。夜晚一定要多重一点啊。第二个什么
旋转增量，对，还有分度胆数。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夜晚拍摄的时候不是要转相机吗？对，我们能不能把电筒打出来看度数啊？能不能啊？大家至少知道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啊？因为你会干扰别人。如果你一个人拍啊，方圆几十公里就你一个人，那你想干嘛？你打个太阳灯都没人管你。但是如果你跟同伴一起拍的话，不要拿出电筒啊，不要拿它去照，哪怕用红灯也不行，记住了啊，切记这一点。所以我们所有一起拍的时候，我们拍星空都是盲操作啊，全部是摸黑，每个按键去摸它，找到哪个位置，包括这个旋转也得是盲拍，那就麻烦了。因为我如果让你转个32.5度，你咋转吧？你怎么知道多少32.5度，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器材商呢就发明了一个硬件，叫什么呢？叫做分度云台。这个分度云台的目的呢，就是它转一下就会咔响一下，比如说转10度，它咔响一下，转个15度，咔响一下，这就方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要转30度，怎么转呢？我们10度的分度云台，我们咔咔咔响3下就好了，这样就特别方便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选这个。那假设啊，我们都有个10度的分度云台，那我们就统一选10度。第二项选10度，10度，对。如果你是15度的话，就选15度啊，都可以。对，选个10度就可以了。好，第三个呢，我们来统一选2，两行的意思，不是2:1啊，是2。对，意思就是说我要拍2行，这样的。好，都选好了没有？选好了以后退出，再看这个参数是不是跟我一样了？我们怎么去拍这个全景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啊。我们要拍摄银河拱形，银河拱形一般来讲，我是从银河的尾巴开始拍起。比如说，这是一个银河拱形，我会从这一头开始拍啊。第一张呢，地景多一点，星空少一点，这样拍。拍一张，咔一张以后呢，我们要转多少度啊？水平转多少度啊？30度啊？这边不写了630吗？那么30的意思就是水平转30度。如果你是分度云台呢，你就咔咔响3下，再拍一张，一直拍到这一头，把银河中心的拍到这样拍的啊。拍完之后呢，我们要拍第二行，怎么转？往上转多少度？40度，这样转到40度，再往回转回去拍一张。所以这是1、2、3、4、5、6，往上一转，再1、2、3、4、5、6就拍好一轮了啊。一般我们拍的时候就不停的拍，不停的这么转，那这个就整个就拍好了。尤其是拍摄有月亮的时候，因为月亮升得特别快，所以我们就必须迅速的拍完才行。有的人喜欢拍5、6张以后进行降噪，但是拍摄银河之眼的时候就不要这样了啊，尽快的把它拍完一轮，再拍第二轮，这样来拍就好了。好吧，谢谢啊。刚才有位老师问，先拍上面一行和先拍下面有没有区别？没区别，好吧，都是一样的。对，对你其实拍从左边往右边拍也可以，但是为什么我会先拍尾巴再拍这一边呢？对的，因为银河中心这一块比较重要，对我来讲，因为那一块最漂亮嘛，所以我希望银河中心呢拍的几张片子时间间隔比较短，所以这一边如果因为你想你一边拍，其实银河在走啊，所以如果我一边拍的太慢，这个银河就走了，就不好接片了。但是呢，如果说最漂亮这一块接好了就可以了，我就不管它了。那一边如果接的稍微错一点，我就忽略了这样。所以银河中心那一边我就尽可能先拍完，这样。好，再看过来，你看这边呢，其实把整个银河的模拟给模拟出来。你看，这就是银河拱形，这是银河拱形的最高点在这儿，这是银河中心。你如果仔细看，这里应该有一个月亮，有没有？如果你没有改时间，这里有个月亮，月亮一出来呢，就是银河之眼的构图。同时这一边你看，看这些绿色的线，这每一个绿色的线就代表每一张覆盖的范围。你看这中间呢重叠了40%，看两个绿线不是有重叠吗？就这个意思。你看每个重叠多少，数字方向也一样。你看这是第一张，我把地景占了2/3，星空占1/3，这一条线是第二张，星空2/3，地景1/3，这样呢你接片就可以了啊。所以全景的功能实际上把整个的拍摄过程怎么模拟，怎么去实际拍都给你说出来了。但是我要不讲的话，你们可能都没理解。但是你要这么一说，你就懂了。其实也不难这些东西。好，那下面的意思呢，拍摄这个银河之眼，你看怎么样拍？24毫米镜头，竖幅拍2排。那如果你说你不用24，你用16行不行啊？当然也可以了，你把24改成16毫米就行了，随便你怎么改，它都会告诉你对应的接片的张数啊，以及中间重叠百分比。好，这边我也说一下我用的星空头。我平时呢现在已经不怎么用变焦的头拍了，我都是用定焦头，14毫米 f1.8 或者是24毫米 f1.4这个头都是定焦头。你也可以用20毫米，也可以。14毫米的定焦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拍摄这个银河的这个岩石，就银河中心慢慢升起的这个岩石。24毫米呢，我主要是用来拍摄银河中心的细节，
如说希望它一块大一点，或者我进行全景的接片啊。为什么不用14毫米接片呢？因为它会变音会比较大啊，其实也可以，但是我就更想用24毫米去接片比较好啊。这边还有很多高手还用35毫米、50毫米甚至85毫米拍摄整个银河拱形，要拍这么将近100张啊，比较费时间。但是银河之眼这个构图就不要这么搞了，因为的确太费时间了，而且那个亮度一会儿你根本就没可能拍得下来。但是如果你没有月亮那种银河拱，你可以这样拍，好吧？啊，这点说一下。这是另外一张银河之眼的构图，你看我就是用24毫米拍的，ISO 6400 8秒，因为我是大光圈嘛，所以我速度可以很快。很多人用什么500法则算拍摄，那个会出现星轨的。所以我一般都用模糊圈规则或者是 MPF 规则来算，更加严格一点吧。所以我一般24我都是8秒，或者有的时候甚至6秒拍。难度系数也是为5啊，所有的银河之眼的难度系数都是为5啊。大家看这一张银河拱形有什么区别啊？和前面一张啊比较低啊。这一张呢，我就是用24毫米，我就扫一排就拍了，不需要去2行的这种接片，一排就拍了。24毫米我用的是30秒，那说明什么呢？肯定会出现星轨，对不对？但是呢，我用了赤道仪，所以我拍了2次。第一次呢，我一排拍过去，打开赤道再拍的话，地景会怎么样啊？地景会糊了、虚了。我把赤道仪拍了一圈过来以后，我把赤道仪关了，再拍了一圈，这样地景就拍了。所以我2次拍摄的2排参数都是一模一样，也就是我得到最后照片的亮度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是星星虚了，一个是地景虚了。完了两面作为一个接片，把地景一刷就可以了，所以特别简单。你看整个的噪点呢都特别的低这一张，但是这个的银幕特别低的对地景的对光污染的要求特别高啊，所以你看这一边如果有光污染的话，这个就看不见了，所以你要找一个全黑的地方才有可能拍到这样的一个构图。啊，这个难度系数为2，大家看这一张就是倾斜银河，倾斜银河的它的特点就是这样一个，你看银河在这儿。这边是一个地景在这儿，所以我当然想了这2个刚好配合起来。前面这是什么车轨也非常好。这一张呢，看看这是哪里？珠峰大本营拍的。对为什么珠峰是亮的？月亮不是我手电筒打的光啊，就是月亮照的啊。月亮在我的身后，这是我不是4月1号我就回国了吗？我就先跑去西藏玩了14天，就拍到这个画面。当然就算好了那一天这个月亮刚好在我的身后应该从我的右后方射过来，照了这个前景。前景就是珠峰，还有个流星，这是单张片没有做任何的叠加，就单张出来难度系数为3，稍微难一点，因为它有月亮这2张照片呢，看上去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比较屎的。这是我第1张银河照片，所以我就把它翻出来了。当时的想法就是，这就是银河，我这个数字银河刚好在这个铁轨上那时候的相机也不行，我也不太会拍。所以呢，就这个样子。这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也就几公里的样子，所以光污染是7，光污染是个7的地方拍下来的。这一张呢，是我第1次在光污染低的地方拍到的。你看，整个星空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拍的也不行，因为我当时相机镜头也不怎么好，所以用30秒曝光。你看这个星星明显都拉丝了，你看。但是这个当时的场景真的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地方是在科罗拉多州，美国科罗拉多州，这个山峰叫做朗斯峰。这是一个5000多米的一个高峰，北美大陆5000多米几乎最高的一批了特别高，不像这边还有8000米的。山峰有雪嘛，但是我就想这个银河刚好在这边升起来的确不错，所以这2张照片对于我来讲都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我就放出来了这一张照片拍的时候还没有巧摄的银河功能，这一张就是用巧摄的银河功能计划，我自己计划出来的。好，那就说到我为什么开始做巧摄，就是因为这一张照片。大家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还可以是吧不能说特别好，但是我2012年的那时候拍到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我那时候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懂，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要找一个日落的时候去拍。可是呢，我对天气也完全不了解，对什么月亮呢也完全不了解。我刚才不是说摄影师分为2大类吗？我那时候的我就是不用巧摄的那一类，什么都不懂就去拍了。去的路上是在下雪，到了这个现场以后雪晴了。大家知道雪后天晴是最佳的拍摄时间。所以呢，雪晴了以后，你看会出现什么呢？谷底出现了什么？雾气。对，因为雪后天晴，谷底就会出现雾气。再看远方有什么不是云海，是远方不是云海，霞光不晚霞，这照过来太阳照了变成金色的大地嘛那一块。对，因为太阳在我的身后落下去了。大家看下面还有什么？还有个月亮这是17毫米拍的哦，所以是个超广角，所以呢月亮特别小。但我们如果你看过月亮，你都知道。实际上现场看月亮非常大，
所以当时那个场面非常震撼啊，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起了波澜了啊。其实那时候还算比较年轻，幼小谈不上，但是那时候我的摄影就是幼小的心灵，我什么都不懂，我当时想，哇，这玩意儿这么漂亮啊，不行，我得自己计划一下。这是理工男的一个思维嘛，文科生肯定想我什么时候再邂逅一次，理工男就是想我要计划一次。所以现在如果让巧设计划这个时间，太简单了，6分钟搞定了。那时候有什么样的软件呢？有一个叫做 AR 的软件，AR 就是正向现实。那正向现实是什么？比如说你们应该都用星图软件，星图软件一打开，把它相机一打开，打开以后呢，对着笔，你说哦这个亮是木星，因为手机上显示这是木星，那就知道了啊，觉得挺好用，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用 AR 呢？大家想想看，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什么？没有什么提前性，意思就是我必须到了现场才能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不准。对，为什么 AR 不准啊？大家现在把手机打开，打开你们的指南针 APP， 你们应该都有的，搜索指南针就搜索指南针能打开，所有的手机都有指南针 APP， 打开互相比较一下，看看方向对不对，互相比较一下，看瞅你的旁边的人，你就要允许多少度啊，指南针啊，这是卸了是吧？对，打开看一看对不对，你们就说对不对吧？有没有差距啊？这搜索一拉，搜索就行了，这搜索对，搜索指南针就行了，对，比一下看对不对？你看一个37，一个21，看到没？啊，有的时候不对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转把子啊，这样转啊，转的时候有时候准了，有时候还不准了啊，这个就特别不靠谱，这个东西，对，特别不靠谱，这个，因为受到磁场的影响特别大啊，所以如果知道大概的方向，也许还行，但有的时候我也遇到偏个180的都有，真的偏个180，没有办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用 AR 的原因之一，因为 AR 所有的 AR 都必须要用到放线传感器。啊，放线传感器的硬件误差就是5到10度。那么大家知道500毫米的焦距，它的视野是多大吗？4度啊。那么偏个5到10度意味着什么啊？对，都出去了，月亮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你拍个鬼。其实我为什么做巧设？我当时被坑过几次。我明明说他说太阳都要出来，结果没出来了，把我给气的。后来想啊，不行，我得自己做。这就是学程序、学计算机的好处，不行自己搞就行了。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做了啊。我一旦决定不用 AR 呢，也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啊。为什么呢？难度是几倍的增加。首先有地图，因为我得说，你到什么地方去拍。如果用 AR 就不需要了，因为它只能现场用嘛，你就不需要地图，你到了现场打开就能用，而且又好用。那我得需要地图，地图里面我要把这个取景框给画出来，我得有地形啊，我得有海拔数据，通过海拔数据把地形画出来。有的人说你不有地图吗？你就用地图画地形，其实没有，地图就是个图片。地图是不包括地形数据的，所以我还有个单独的海拔才能画这个地形。画了地形还不够，我还得画建筑物，建筑物得有，那就通过标记的方式去画。所以这3大每一个都是一个海量的工作量，我都得去做。再往后呢，我得知道太阳的位置，对不对？还得知道蓝调时段、黄金时段、鼠目光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黄金时段，现在都知道了啊。那时候其实我也不怎么懂蓝调时段，大家应该也不知道。还有鼠目光，但是后来发现还有3种不同的鼠目光啊。你们谁第一次听说3种鼠目光的？举手。第一次听说啊，对，巧设里面第2个页面就是鼠目光的页面啊，就告诉你有3种鼠目光的时段是多少。好，再往后看，我们知道月亮，因为需要月亮的位置嘛。星星内容就特别多，星轨、彗星、行星、星云、星座啊，这些在巧设里面都有。还有日月食啊，刚刚过去的4月8号的日食有没有去拍的？举手。4月8号美国日食有没有去拍过的啊？都没拍过是吧？啊，我也没拍，那就还好。对，因为我从美国跑到中国来了那会儿已经，对，本来应该留在美国拍的。大家知道下一次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拍到日食啊？有没有知道的？这边没有搞天文的是吧？知不知道哪一年啊？没一个知道的是吧？好，这么说吧，如果说你这辈子没有看过日全食，一定要看一次，非常震撼啊！看过日全食的举手，这样举一次，你看过对吧？看过的还是有一些。对，可能中国前几年有一次，那我知道我小时候有一次，但完全不记得了。最近的一次，中国可以看到日全食时间是2035年9月2号，记住这一天啊，因为那一年北京的 GDP 会增加1%，相不相信？因为很多人会涌到那边去看，北京首都嘛，大家肯定很多人会过去看，所以啊，不要想着订什么旅馆，你肯定订不到的啊，是的，对，就直接车子开，因为万一北京下雨怎么办？所以激动一点，所以我一般看什么日全食我都不订旅馆啊，我就算好那几天，提前几天看天气预报，看哪里没有云我就去，因为有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所以记住这一点啊。但是他们不懂的人都是订旅馆啊，去那里那也没意思，反正开车到了就算了就行了。差不多是从北京一条线到包头，记住这一天啊，2035年9月2号这一天，好吧？好，巧车里面还有彩虹和月红的功能。大家可能好奇巧车怎么知道有没有彩虹呢？但是其实巧车不是知道有没有彩虹，而是知道彩虹的位置在哪。那么如果说太阳在这儿，彩虹在哪一边？对面这一边，它永远都是相反的。彩虹的位置越高，就说明太阳的位置越低。它总是这样一个像个天平一样的向下动的这个位置。月红，如果把太阳变成月亮，那就会出现月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线，但是呢，你肉眼很难看到，因为我们夜晚对彩色特别不敏感，所以月红我们都是算好了什么时间有月红就去拍，回家后期一拉，那个月红就看到了，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你如果想预测有没有彩虹，你得预测天气，对不对？你得有雨、有水珠才行。但是有一个情况你是不需要预测天气的，就是瀑布彩虹，就是瀑布嘛，因为瀑布流下来，风一吹呢，瀑布肯定有水珠嘛，所以只要阳光照到瀑布上，它就会形成彩虹。所以我们经常会有时候在美国优胜美地那个地方，它就能从很远的地方看到这个彩虹。我们都是计划好了去拍，肉眼根本看不见啊。有这个照片，我回头发到群里给大家看一看。好，这么多内容呢，在巧车里面不是很多嘛，所以我就做了个整理。大家如果去看巧车的20几个经历页面啊，这前5个就是太阳、月亮，你们现在可以拨开来看一看啊。前5个就是跟太阳、月亮有关系。你看日出、日落，特殊时段就是什么黄金时段啊、蓝调时段，这个太阳、月亮的位置、日月搜索，这些都是和太阳、月亮有关的内容。第二部分呢，就是夜景摄影，我们就称之为夜景镜，在这儿。你看星轨。这里面包括所有的星云啊、星座都在第一个页面，银河中心、银河搜索、流星预测、安空亮度，这些都是和星空摄影、夜景摄影有关系的。其他的一些呢，我就做了一个汇总吧。月红是月食啊，这里什么延时摄影、序列摄影都是属于这2类的。所以巧摄里面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强的，你要是用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好，那这里呢就得说到这个虚拟现实情况，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巧摄的虚拟现实情况是巧摄一个首创的功能啊，这是在大概8年前就已经做好的一个功能了。那这个功能呢，非常的有用。如果说你们用巧摄没有用到这个功能，你们基本上就白买了啊，因为你用其他的很多软件都能找到日出日落时间或者银河的时间，但是呢，他们大多都没有这个功能，好吧？虚拟现实情况啊，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需要反向传感器，也就意味着它所有的跟你说的这个结果都是100%准确的。所以唯一不能预测的就是什么天气啊，只要天气配合，用巧摄做的计划都是100%可以得到实现的。当然，我也做了 AR 和图片取景框。AR 嘛，我刚才讲了，它的问题不够准，但是呢，它也有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拍摄银河比较大嘛，所以偏个5度10度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去用它，只是说你还是要留个心眼，你要说万一它不准怎么办？所以最好用 VR 也看一看会比较好。图片取景框呢也是挺有用的，而且图片取景框如果你会用非常的准。因为它是把你拍的图片作为背景进行模拟，但是前提呢，你这个图片要纠正过，因为你用什么样的焦段拍这个图片，你的位置在哪拍，这些信息得有。如果有，你就可以用它来进行模拟了，就会比较准一点。好，刚才说的这个 VR 现实取景框里面包括几个内容，第一个是地形，第二个建筑物，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些形状。什么叫地形啊？这就是地形，大家可以珠峰，看到没？两边的山，还记得刚才那一张照片吗？这个银河就在这么升起，所以我去之前，珠峰大明我去之前我就知道银河会在什么时候升起，几点升起，到什么位置，用什么焦段去拍。你看这边是33.5，随便选了一个焦段，33.5，其实用35拍可能比较好。我实际上是用24毫米拍的那张照片，这样一个都模拟出来了。这个呢，只要你购买了专业版，这个是终身的。大家看这是哪里？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特征嘛，不像珠峰那么有特征啊，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这是哪里，大家看这是哪里？上海的从外滩看陆家嘴。那这就证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筑物的原因。没有建筑物，这个取景框就用处不大了，尤其在城市里面。但在野外没事，野外就用地形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建筑物。在这里呢，我这里建了一个违章建筑啊，做了一个塔。这个塔也不真正存在的啊，但是你们要看出这个的意义所在啊，也就是说这个取景框我可以随意的去怎么样，我想怎么去模拟都可以啊。你可以添加一个人啊，你自己做一个人像这个模型放进去，你也可以做一个火车放进去，做一个飞机放进去啊，甚至做一个烟花放进去啊。有人可能好奇，巧摄怎么有烟花的功能啊？
很纳闷啊。但是很多人用巧设来计划烟花的计划，为什么？因为我们烟花它一般都知道从哪里放的嘛，烟花的高度我们也知道，所以你就自己添加个柱子就可以了，或者添加个柱子带一个球就把这个烟花了，你就可以从不同的机位去模拟，看看配合建筑物、配合这个烟花从哪一个角度最好，那不就可以计划了吗？对不对？所以不要想象巧设里面就有很多人对巧设这个理解就是特别局限啊，其实巧设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 VR 虚拟现实情况，你可以随意去模拟。你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焦段，我可以随便去设，横幅我可以随便去调整啊，上下左右都可以去调整，这个功能强大就在这个地方。而这一边都需要订阅商业模型，所有的这些模型呢，都是需要商业模型才能订阅啊。这个是为什么用订阅制？因为我们服务器也是每年要交费的，所以我们采用订阅制的方式。同时，每一个模型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模型是很容易获取啊，直接机器产生，全世界所有的模型都有了。其实不是这样，你看到这边每一个模型，比如说东方明珠、上海中心、经贸，每一个模型都是一个真人上传的。所以这边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传模型，上传模型之后还可以获得积分，你差不多上传20个模型，就可以获得1年的使用权，还是挺划算的。为什么我这么想呢？因为我当时就说，你们每一个人不都住在小区里面吗？把你们小区的楼房都上传了。我们不是要真的拍你的小区，但是呢，这些小区的楼房对我们的构图很有影响，比如说这给挡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通过小区楼房上传，而且特别简单，你就简单的画一个长段体就可以上传了啊。这样呢，你自己也可以获得免费使用了，大家也都获益了，对不对？你的名字都写了，因为我任何一个模型的作者我都写出来了，别人一点啊就知道你这是，好吧？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塔，大家可能好奇我是怎么把这个塔给画出来了，你们可能想得很复杂，但是其实呢就这么一句话，你看这是个描述性的语言，我就说我要画一个塔，大家看12什么意思？一个12层的塔，底部半径是多少啊？顶部半径是多少？一说我就简单做一个地铁就画出来。这个塔尖的高度也稍微说一下，因为有的塔你也知道那个塔尖特别长，有的塔特别短，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额外的参数，200米是总的高度。如果塔尖特别高，你比如说60米的塔尖，你就写个60，但是它的总的高度还是200啊，这样的塔尖你自己可以调整啊，这样因为对我们构图影响比较大嘛，所以最后一个参数6个边，因为中国古塔有4边的、6边的、8边的可能都有，再多的好像就没有啊，这样就画出来了。非常简单啊！这里再给大家举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你看这个如果用塔画的不行，因为塔画的话它下面没那么宽嘛，那你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怎么画呢？也很简单啊，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底下画一个柱，画个圆柱，10米的半径，4米的高度，再画一个台，那实际上是怎样啊？这一块是柱，这一块就这个屋顶这一块是个台，所谓的台呢就是上下的半径不一样，就这个台的意思。在这个之前我再画一个塔，就这样。实际操作的时候是这么写的，你看我就修改这个模型，写3行，每一行代表一个形状，最下面的在哪？最下面，先是圆柱叠一个圆台，再叠一个塔就可以了啊。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像不像？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和这个比像不像啊？当然这个有没有这个漂亮？没有，你看这个上面还有各种悬崖、屋檐啊，这样翘彩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吗？不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真的把这个画出来的话，它可能特别大，一个模型可能有几十兆。我让你们每个人下载这个下来，不就速度太慢？如果的话，就几个字节就搞定了。你看这才多大，这么几句话的几个字节就搞定了，所以这个效率会高得多。所以我更建议大家这样去画它。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你怎么知道这个塔的宽度是多少呢？那个高度我查了，46.5米，我怎么知道它的宽度多少？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知道？地图上量，这是一个方法。其实有很多方法，那比例也行啊。你知道这是46.5米，那这个宽度应该的比例用那个像素算上就行了。当然，巧设里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图片取景宽。你看我这边不是这个图片吗？我把这个图片放到这个取景宽里面去，作为它的背景。我点一下这下面这个按钮，看这个箭头不是有个按钮吗？点了这个按钮之后，它就会出现这模拟的这个塔，真实的塔，你就看这个比例就知道了。你看这两个基本上都匹配了，基本上匹配起来就可以了啊，这样就知道。比如说我把这个高度设为1样以后，这个的宽度窄了啊，那我就调整一下它的直径就可以了。这样，所以通过图片取景宽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获得这个尺寸啊。大家回家可以试一下，因为巧设里面有很多的模型，除了我刚才说的圆柱、圆台、塔这3个以外呢，比如还可以画一个环啊，还可以画一个圆锥，甚至是曲面的圆锥都能画得出来，或者是一个柱子啊。或者是一个球啊，这些形状都有，所以你就把任何一个建筑你就去拼就好了，拼几下就能拼出来。
当然了，还有一些复杂的建筑就比较难，比如说有些桥梁挺难画的，他们都是用专业的什么用草图的大师啊，或者是 CAD 啊去画。这边可能有没有从业人员啊？有没有三维模型从业人员？有没有？举个手。自己就是设计院的有没有啊？这里有几个人，你做什么呢？你画这个没问题对吧？对呀，你看找他，那后面还有一个，对，记住了，这个将来都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人啊。你自己去画一个上传就可以了，好吧？像你们如果是这种真的是花很多时间画的，我一次可能你画上传一个，我就给你1年的使用权，好不好？行，谢谢了啊。巧设里面呢有很多和玄韵学有关的内容啊，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接触巧设都是因为拍摄玄韵学院，但其实巧设的内容其实不仅仅是玄韵学院，玄韵学院其实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功能。而大家之所以用巧设来拍摄玄韵学院呢，就是因为我前面坚持的一个原则，我不用 AR 啊，如果你用 AR 是拍不了玄韵学院的，因为 VR 呢特别的准。在巧设里面有很多和它有关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你不用操作了，我就给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玄韵最有用的功能叫做日月搜索，第5个日月搜索。它的原理呢，我根据我的机位，我首先已经知道我从哪里去拍了，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地标，就算什么时候太阳、月亮会出现在这个地标上面，这就是日月搜索这个功能。这个功能非常有用，但是呢，它也有一个有可能会给你带来遗憾，什么呢？它比如说计划算是5年以后、10年以后才能拍一次啊，你就等了5年，结果那一天天气也不好啊，这个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失望，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们得采用一个主动出击的方式。那怎么主动出击呢？就用这个的观照阴影，也就是说，我知道明天天气是好的，又是个满月，我们来找一个机位去拍。也就是说，我们已知时间去找机位。观照阴影为什么可以用呢？因为观照阴影的功能的原理就是，假设一个建筑物啊，是彩电塔什么之类的，太阳光照这个建筑物的地面上不是有一个阴影吗？那我站在阴影的顶端，回头看这个建筑物，是不是太阳正好在上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观照阴影的原理。所以我们大概找到这个方向之后呢，就可以调整一下，因为它不是很准，调整一下，跟这个位置对上去，用 VR 取景光看一看就可以了啊。但这个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个呢，它有可能找到的机位很奇怪的一个机位，也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说地势有起伏呢，它的找到位置就特别不准，因为它在画阴影的时候，它就画一条直线，比较简单，画一条直线。假设地面是平的，如果地面不平就不行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做了一个修改。相当于一个升级版本，就是对齐机位，这个属于机位探索下的一个功能，叫做对齐机位。这个功能它的输入是什么呢？你输入哪一天要拍，你要拍什么，它的高度是多少，你希望月亮在这个主体的什么位置，是高一点呢还是低一点，就这几个参数一输入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告诉你机位代码啊，直接把这个机位在地图上画出来了，哪怕是有地势的起伏啊，它也能给你画出来。比如说你往前走，这里有个山，那它画的线呢弯过去了，因为这上面这个线就是弯的。山后面这一点呢，它不画出来了，因为山后这一点被山挡住了嘛，看不见了。所以它这些功能都有，但是呢，它还有个缺陷，它没有考虑到建筑。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小区这个楼房，因为没有数据嘛，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些建筑会不会造成阻挡。其实就算我们有这些小区的数据，我觉得也挺难自动算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喜欢拍2个楼的夹缝里面有一个建筑物，这么精度的这种很难去把它算出来。所以说实话吧，我觉得这个也就这样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去改进它了。啊，这就是对齐机位啊。第二个就是远眺机位，远眺机位就相当于一个360度的一个对齐机位，就告诉他你要拍这一块啊，某一个主体，它会360度把你所有的机位全都找出来。那这些机位可能找到犄角旮旯里面，什么地方都可能找到。经常他们找到一个墓地去了啊，这种情况都发生过。找到机位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叫什么日月搜索的方法去找时间，这样形成了一个闭环了。那么最后一个功能呢，就是地标机位功能。地标机位的功能是我最近刚刚推出来一个功能，这个就是所谓的一键找机位，你就点一下就可以找到你所有的比如说在沈阳拍摄的机位，但是沈阳目前机位数据还不是特别多，因为这些是根据用户提交的数据来的，所以用户越多，比如说北上广深这些地方，比如说我搜索1个月能出来100多个拍摄的机会，但是在这边估计就几个，我感觉用的越多反正就用的越多，这个机位的机会越多。但是这一个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所有的这些机位都是公开的机位，必须要10个人提交这个机位，我才会把它公开。但是你想一想吧，如果10个人都知道这个机位，那这个机位说明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说你去找到这个机位，你去拍，很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人那这边我前面讲了2类用户第一类用户就是小白用户，意思说你们刚刚开始学，可能学员还没怎么拍，那你们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我们第一次就是去练练手嘛。
找到人多的地方去拍好了，练熟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可能这些机位就满足不到你的需求了啊，就成为这种高手了。但是高手他们拍多了以后，他们会积累一些自己的机位。那么这些积累的自己机位的，我们实际上是叫做私有机位，这个机位并没有公开。但是巧设的这个地标机位的算法呢，会把你这个私有机位也考虑进去，因为这个算法实际上是在你手机上跑的，你点了那个按钮以后，它会慢慢的，你看到滚动条慢慢的在动，实际上它就在那本地去算，并没有传到服务器去算。所以呢，你这本地的私有机位也能被纳入到你这个自动搜索对齐的一个算法里面，所以也会告诉你你自己找的这个机位能不能拍，而这个结果只有你手机上，因为别人手机都没有这个机位嘛，所以就你就说了，这个不管是小白用户还是高级用户，都可以用地标机位的功能，好吧？都有教程，因为今天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所有这些都是有教程，你们去看一看就能够学会。尤其是你们可能一直没有拍过，你们可以买1个月试试看，去找一找，会方便很多，比你自己去手工的去找机位要方便很多。好，那这里同样，我刚才讲到精空头啊，我这边也讲一讲长焦的头到底哪一个最好。在座的有没有最长的镜头是70-200的？有没有？举手。最长的镜头是70-200的后面有几个是吧？啊，那就不好意思，你们这些头都不适合拍全人学院，好吧？我买了100、400、200、600，我都买了。还有一类头就是定焦头，500D、400D、600D 这些的吧。3大类长焦镜头是这几类呢，都是适合拍摄学位学员的。但是如果你们第一支头呢，大家建议买哪一个头比较好？100、400有的人说啊，260、200、600也有，150、600也可以，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的个人建议啊，你们如果是第一次，后面那些举手的人啊，第一个头我的建议是买100、400，好吧？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什么头是最好的头啊？经常我们说的一句话，被带出去的头才是最好的。比如我这次回国，我就带了100、400，我没带200、600，为什么？100、400这么长，特别方便，但是200、600就这么长了，我就没法放在这个相机包，没法很难放，必须竖着放。但是相机包一旦竖着放，里面东西就放不了什么东西了，一会儿就塞满。所以呢，100、400是比较适合出去的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平时我们说风光摄影基本上都是超广角，但是广角拍的风光呢容易雷同，大家都差不多。但是你用长焦拍风光就好了。所以100、400呢特别适合长焦拍风光。所以我一般平时出门的话，我会带一个什么2470或者2070这种头，再带个100、400，我白天拍的头。到了夜晚呢，我就用我的14和24这两只头我基本上就这样一个4只头就搞定所有的情况了。好，那么如果第2只头呢，你可以考虑买一个200、600。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拍摄学生学员一般都是算机位的一个机位拍摄延迟，一个机位拍摄单张，所以呢，你2个头也不浪费一个头可以用，2个头也不浪费。最后一个镜头什么人可以买呢？你平时说也喜欢打鸟，你可以买这只头或者说你拍月亮呢，你拍那种剪影的月亮，大家知道那种比如小姑娘跳舞大月亮，知道那种场景就适合这种定焦头，越长越好，你用1000毫米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喜欢用变焦头，因为我们拍月亮不仅仅是拍一个大月亮，还有一些前景嘛，所以这个变焦头还是会好用一点。好，这里说到这个黄金猫大串烧知道这个黄金猫大串烧举手好，这么少看过这个图的举手看过了都举手了，对没有看过这个图的举手没看过是吧？对，这个图是反正挺有名的吧，至少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张图。对知道我发现这个机位的举手，就一个，哎呀，太遗憾了，赶紧说一下，这个机位是我发现的，我在2017年的时候发现的这个机位。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机位的？我并没有到现场，而是我当时看到有个人拍一个大范围延时，他一边走一边拍这种大范围延时，其中有一帧呢，这个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刚好对上了。但是这个机位平时没人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左边有一个水文站，因为大家在外滩一般都喜欢拍全景嘛，就是整个陆家嘴的全景。你说中间组了一个水人站，谁还去拍所以这个机位以前没人问津的一个机位，大家都不喜欢。但是因为这个对齐，我当时就想，弄一个月亮放上去不挺好吗？所以我就开始算。我是2017年1月份的时候算到了时间，而那时候其实特别难算，因为那时候还没有3维模型，所以我当时是画了一个框框，把这个环境的开口给画出来了，找到这个机位，再去用日月搜索去找时间，找到的是2017年5月10号这一天是第一次可以拍到。当时的日月搜索给我的结果呢，10年就5次机会，所以2017年5月10号是第一次机会，这样的。我当时人还是在美国嘛，所以我就不想回来，我就发我朋友圈。现在如果是我朋友的话，可以去翻发的朋友圈，都有证明的。到了这一天，我就大概提前1周吧，我一看天气还可以，我就跟他们再发个朋友圈说你们谁去拍。我当时也不认识上海的摄影师，后来还是通过别人介绍，这个叫做曾成宇的这个人，他找了10个不到的人去拍了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也不认识我，给我充分的信任啊，结果呢就拍到了，他们水平非常高，就拍到了这个，给我一些延时啊，整个的过程也都记录下来。当时是这样，你看一共就10个人，看这个图，后面20-30个围观群众啊，基本上就这个画面。大家知道刚刚过去4月23号那一天，上海有多少人？你们看过小红书没有？有没有看到多少人？300到500人在同时对这个画面啊！所以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意义也不大了，大家不要再去追捧这个机位了，因为在我眼里呢，更多的是创新。你这个已经大家都拍过了，没有意义了。现在上海摄影师几乎想人手一张，就想有这个，你人手一张其实也没什么多少意义了，对不对？大家都已经拍过很多，因为2017年我们就已经拍到过了，好吧？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创造一些本地有特色的机位，因为整个找机位的过程其实是摄影中间最有趣的一点啊。但是有的人喜欢跟拍，我也没办法，他们说不要让我找，我就跟着去拍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其实找机位其实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的巧摄难度系数为7，既然我刚才说了好多什么巧摄难度系数，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巧摄难度系数，好吧？我们分成1到10，1是什么呢？每天都可以拍，特别简单。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就加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比如说我必须某一个距离拍，因为距离决定了这个月亮、太阳和这个主体的大小比例关系嘛，这个距离，或者说必须某一个方位角，比如必须是春分的时候拍啊，这个方位角就固定了。限制越多，难度越大，对不对？那么大家想一想，10是多少连拍一次？每天拍一次是100连啊，10连就算10了，你这要求有点低了。大家看多少件？看一辈子拍一次，一辈子只有拍一次的机会，我们就是10。比如说我这举个例子，像拍哈雷彗星这一种，差不多76连吧，基本上就一辈子。我还举个例子是日食的环境貌单上，也就是那个环境貌单上不是有个月亮吗？我把它月亮变成一个日食，这个其实我后来算了半天，几辈子都拍不到，几乎就不可能拍到那个画面。对，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不停的加，比如说2天拍一次，我们就是2。1个月拍几次就是3啊，这样一路叠加下去，好吧？这里面每一个偶数呢，就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天啊、月啊、年啊、几年、一辈子这样下去啊。像银河之眼，一年差不多有10次，因为是3到6月嘛，我就连续几天我就认为它是1次，因为我们出门肯定是一次出门好几天嘛，3到6月、3、4、5、6这4个月时间，我就认为这是一年只能拍到几次，所以是难度系数为5。满月的环境貌单上5连10次，相当于2年1次。所以它难度系数为7啊。通过这种方法，你就知道你这个拍摄的难度有多大了。这边举几个例子啊，大家看这一张呢，就是今年4月23号这一天的啊，时间一直到秒数都有，刚好对齐，看到没有？啊，5连拍一次，我们难度系数为7。好，这一张大家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月食，月全食，因为有个红色嘛，这个红色就是地球的本影。当月亮进到地球本影里面，就是月食，所以从这样就知道这是月食。而月食穿过这个环境的开口，它的难度也非常大，因为月食差不多几年才有一次啊，也许差不多可能再有一半的概率能够穿过这个中心，所以呢，大家看是哪一年？2033年的日子，还有9年时间啊才能拍到这个画面，所以这个是几连拍一次，难度系数为8。好，大家再看最后一张，这一张呢就是环境貌大串烧这个机位，你看这两个是对齐的，对不对？这边也有个月食。我当时的想法，如果拍个月亮序列啊，挺漂亮的，就一串月亮。大家知道，在月全食的时候，月亮是红色的嘛，对不对？会变白，所以一串过去，我觉得会是个不错的构图。所以呢，它的难度系数就是为9了，因为它10几年才有1次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难度系数呢？因为这个能够帮我们比较系统的去理解一个天象的发生概率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拍它，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机位往右边移到一定程度以后，是不是能把这个月全食放到这个框框里面去啊？会不会？因为我们月亮走，我也走嘛，我往这边走，月亮也跟着往这边走，那总有几步以后，那个月亮会到这个开口里面去啊。那么我为什么决定拍这个构图，而不是拍月亮到这个开口里面的构图呢？为什么？看那个图，因为如果是拍那个构图，我2033年拍到了，对不对？而你看这个是哪一年？2044年，20年之后。也就是我11年前我就已经拍到了，我干嘛还要等到这一年拍了，对不对？所以正是因为难度系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当然找一个难度比较难的去拍啊。当然了，前面讲座的时候，有的人很聪明啊，我说我拍这个，他们说什么？2个都拍不就行了吗？对，你这2个相机架到不同的位置都算好了，完全可以拍下来，一个能穿过也可以。好，这个就是难度系数为9。
这里呢，我也说一下这一张照片啊，这张是10几年能够拍到一次的机会，我拍到了啊，这个难度系数为9的。这是什么？这个桥是什么桥？金门大桥啊，这是上方的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这里有一个建筑物啊，一个在尖尖的建筑物，这个叫做金字塔，这个建筑物叫做曾经是旧金山的最高的建筑物现在这个建筑物是最高建筑物，比它高了啊。但是这个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像一个尖尖这个的名称他们就称之为叫做线和针，他们就是你像缝纫机那种针不是这样上下动嘛，它的名字这个机位的名字就叫线和针所以这个机位实际上是和黄金猫大串烧机位同样有难度的机位，甚至它的难度更大，因为它的机位就在悬崖旁边，差不多到这个距离，就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差不多能够站10个不到的人那一天来了30个人也没像黄金猫的300个人这种盛大的场面。前面就是悬崖，那个悬崖底下其实还有一级台阶，以前那个台阶下面从来没有站人的，这一次有几个人从旁边绕过去，站到悬崖底下一个台阶上去了。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么难得了？大家看这是什么？有人说月牙，你说月牙就错了，那不是月牙，这是什么？月偏食这个月偏食。如果是月牙的话，差不多每年都可以拍到一次，或者每2年拍到一次，难度系数就是7了。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月偏食，所以难度特别大，很难到这个机会，10几年拍一次。好，难度系数为9大家想想看，你们有没有难度系数为9的照片？有没有？10几年拍一次的，以后拍就行了。所以以后呢，大家你看这张照片，你们有没有去拍个照片有没有拍一下？要没有拍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下一次再去发片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一下我难度系数是多少，就发个照片就可以了。对，现在经常小红书上有人发什么帖什么56台相机拍了6连什么之类的话，有的都是瞎扯淡了的，这就是真实的一个，真的是多难。好，我们到后面。好，这里我也说一下，在巧设难度系数呢，是一个客观的衡量一个天象的出现概率的一个系数，它很多因素没有考虑到，因为比如说到达这个机位有多难因为这个也影响我们的难度嘛。假设这个机位需要徒步10几个小时才能到，那难不难？也难。但是呢，我为什么不包括呢？因为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有点难，但是那些徒步特别厉害的人，对他们小菜一碟，对不对？如果是遇到罗红这种人的话，直升飞机直接飞过去了，他对他来讲难度为0，对不对？所以我就不好说难度系数有多大了，所以就不考虑到达机位的难度还有一个不考虑天气的难度，我也没有考虑，因为各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巧设这个是个客观的一个因素，仅仅是考虑到天象的发生概率的一个难度系数。好，那这里我也说一下深空地景这个题材最近比较火，因为玄刃学院早期的一批巧设用户，玄刃学院已经拍多了，拍腻了，都没东西拍了，因为这个城市所有人选的基本上都选过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选什么呢？选星云或者是那些一些或者一些星团这些东西，深空地景，比如说像这个你看这是中间什么 M42猎户座大星云，它就悬在中间。首先说这是怎么计划的在巧设里面2个功能就搞定了。第一个就是对齐机位功能，机位探索它的第一个对齐机位，因为对齐机位是可以除了选择日月以外，你也可以选择某一个星云、星座，甚至某一个星星都可以让它来找到机位在哪。找到机位之后呢，我们就用银河搜索功能来找时间注意银河搜索功能不仅仅是用来找银河的，它实际上是任何一个星体的构图，包括星云在内它把所有的能够星云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所有时间都告诉我所以2个功能结合起来使用就可以了。完了以后就可以拍出这样的画面。他们在拍的时候怎么拍呢？实际上是多张叠加的。星云它保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要拍一张，因为要保证能够拍到，证明你这是实拍嘛。星云升高以后再接着拍个几十张，做一个合成就可以了，把这个进行处理，再贴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假的，因为你不是真拍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是真拍的，因为我的原则的物理存在，它这个星云的确是出现在这个位置，你没有改变相机焦段，没有改变任何参数的情况下，你拍到了，那就是实际拍到了。当然因为这个星云需要合成才行，而且在城市里面因为光污染比较严重，所以他们还得用一个叫做滤镜，叫做酸窄滤镜，只有3纳米的一个酸窄滤镜，仅仅把那一部分的星云的那个光给透过来才能拍到。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多人现在拍这个这里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经常拍的，比如这个是 M45的星团这里是 M31的一个猎户座大星云，又不是猎户座大星云底座的一个这就是 M42，这都是大家经常拍的几个星云的一些对齐。你看这边我都是举了中国的例子对，这都挺有意思的，拍起来如果觉得这个城市里面比较难拍，你也可以拍雪山，雪山上面加一个这样的星云也可以。
都可以用巧手来记好。好，那最后一个案例就是不懂天气的这个摄影师不是好的摄影师，如何预测火烧云？这句话大家同意不？对吧？因为对天气的有风光摄影来说非常重要，都是靠天吃饭的。好，大家看这个照片怎么样？觉得还可以啊？这是一个我自己预测的火烧云，这是2015年的时候我拍的。当时我还不懂这个火烧云的预测原理，但是呢，我的直觉告诉我会有火烧云，因为当时正在下雨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太阳落下去那个方向是亮的，太阳在这儿都看不到太阳，这底下这块是亮的，亮的意思也就是说前面是空的，对不对？所以我当时想，这不是一个像个盒子一样吗？光从盒子一边射进来，不就能够形成火烧云了？结果果然就出现这个火烧云。好，那之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有这种想法，就自己预测火烧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简化的云图模型怎么简化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模型，我们通过温地去找到温地这个软件，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找到这个云层的高度，我就把这个云都给画出来。所有的云都是一样高，但是实际肯定不是这样，每个云都不一样高。但是我们就简化一下吧，为了让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图能看懂吧？大家看这里有条地平线，就是你人眼看过去能看到的这个方向最远的距离看到的那个云。好，我们先想象一下，如果这些都是薄云的话，一般来讲云都是薄云。如果是薄云，太阳光照到它，这个云会变成什么颜色金色的。所以这个也是火烧云，我们就称之为一次火烧云。那如果这些都是厚云呢，会怎么样？能不能透得过来？透不过来，那就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好，假设这一块有个开口，看我指的这个箭头这个位置有个开口，会怎么样？光是不是照进来了？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照片的情况，地平线有个开口，光照进来了，结果就形成火烧云了这个我们也称之为一次火烧云，因为这时候我还是能够看到太阳的，对不对？好，再想太阳再往下落成这个样子，也能够照亮。那这时候我能不能看到太阳了？我看不到，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呢，太阳光依然可以照到我头顶的云，对不对？所以还是可以照亮的我们再想一下，这个太阳进一步往下落成这个样子，是不是还能照亮我这时候你看，我把这个云全部画齐了，也就是说，我现在肉眼看过去，地平线的方向全是云，没有任何空隙，也没有我刚才那张照片出现了一个开口了但是太阳光依然可以照过来，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吹牛说我一看天就知道有没有火烧云，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身边有没有？应该是会有的，一看天就知道。那我跟你说，它其实就是吹牛。为什么呢？因为你肉眼看过去都是云但如果这一边也有云的话，是不是就把这个太阳光挡住了？所以你不可能通过肉眼看这个云，你知道这个地平线下面有没有云，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对不对？那怎么知道地平线之下有没有云呢？通过云图软件通过预报云图来看才能知道。所以前提条件必须就这一块没有云才行，只要有云就把这个光路挡住了到现在为止，这个原理懂了没有懂了举手现在听懵的举手，有没有懵的？都没懵是吧？行，那么接着把你们讲懵。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稍微把它缩小一下，就进一步拉长，把这个太阳位置拉低了一点在这里我们记住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地平线的云距，第二个概念呢就是最远无云距，记住这两个概念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概念呢？因为火烧云呢其实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云，如果晴空万里会不会有火烧云？不会有，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个必要条件就是我这些云有阳光能够照到它，这是第二个必要条件这两个必要条件对应的就是这两个参数。我可以假设是8000米的一个云高，我可以输到巧胜里面的一个云层距离功能里面去，它就告诉我地平线的云距多远。也就是说，如果是8000米的云高的话，我一眼看过去看到那边有个云，这个云离我有200多公里的样子，通过巧胜可以算出来那我就要到温地上去看了，也就是这一圈里面必须要有云才行。那我们来看一看温地看看这个图，你看1就是我在的位置，1这个就是我在的位置。好，2呢就是地平线的云距。首先我要保证1和2这样不是一个直线吗？以1为圆心，以2半径画一个圆，要保证那个圆圈里面要有什么？有云才行。那这边有没有？1为圆心，2为半径，画个圆，有没有？有很多云，对不对？好，第二个条件就是什么呢？我们再回这个图再看一下。第二个条件呢，太阳从这边照过来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擦着地球的表面了，已经照到最远的肉眼能看到的云。好，看明白？太阳在这儿擦过地球表面，照到你能看到的最远的云。那如果太阳再往下落了之后，有没有可能照亮云
不可能了，对不对？因为这时候已经擦到地球表面了，再往下呢，地球就把它挡住了，所以就不可能再照到云了。所以最远无云距意思是说，我希望从我人造位置到一个最远的无云距就没有云，也就这一块啊，如果完全没有云，就100%会有火烧云啊。实际情况呢是这样的，2和3之间的这个最远无云距，我们把它写出来啊。这个3就是最远无云距的距离。那么2和3之间有没有云？大家看这个图，有啊。那今天晚上有没有火烧云呢？就这些没有啊，不一定。问题就是在这了，因为完全没有云就肯定会有火烧云，但是有云不代表就没有火烧云。那怎么去看呢？啊，就是通过Wendy，这个就是 Wendy 的一个网页版本。我不是在这画了1、2、3这个线吗？在 Wendy 里面有个规划的功能，就可以把这个线给画出来，而且它可以调节距离有多远。我们点一下这个叫做 VF2 的选项，在这边啊能看到。你规划之后，你点一下 VF2 选项，这个选项这一个是一个付费功能啊，去年还不是收费，还是免费的啊，今年开始收费了，所以这个功能说明还是很有用，所以它开始收费了。这个功能的意义呢，它相当于在1和2、3线这边呢，它一条做了一个切面图，一刀切下去，做了一个剖面图出来了。你就想1对应的就是这一点，2对应的这一点，3对应的这一点，做了一个剖面图。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都对的。你看这一块不是都有云吗？看是不是都是云？所以这一块的云呢，对应的是这一块的云，这一条线的云。而这一边呢，对应的就是这一边这些东西啊。你看有没有云？你看这里有云，对不对？这里也有云。好，看明白没有？这是个剖面图。好，那下面我要比较难的地方来了，我们来看一个光线。我画了一条曲线，这是一条直的太阳光，为什么被我画成曲线了？为什么啊？有人已经做了一个手势啊。为什么？是地球是什么？地球是圆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下面不是个直的图表吗？这个图吗？实际上这个图应该是画成一个这样一个曲面的。在这个曲线的一个图上面呢，太阳光是直的，但是呢，我现在不是把这个曲面图给撇直了吗？那太阳光不就被撇弯了吗？那怎么知道这个太阳光就是对的呢？我们来看这个，这一条太阳光对应的就是一条太阳光，这条光线啊，这一点在这最远无云距的位置，擦在地球表面，那边是不是也擦在地球表面啊？这一边呢，对着最远的云啊，那边也是对着最远的云，所以你就知道3点可以决定一条曲线嘛，所以我们把3点一定，我就知道这条曲线就是上面这个图的一个直线关键啊。大家看这一条关键，就看这一条关键能不能形成火烧云啊？有没有云挡住？有没有？仔细看啊，对啊，看这里被挡住了，所以这一条光线是形成不了火烧云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太阳是逐渐移动的，我们来看这个移动的动画啊，是这样移动的。好，那中间有没有一个阶段可以形成火烧云啊？再看一次，有没有？哪里有？再看一次，你看这里是不是太阳光可以从这里照进来，一直照到这个位置来，对不对？所以是有可能形成火烧云的，对不对？再看这一个时候，云到这就停了，对不对？那这条线呢，能不能照到这一点啊？可以的，因为你看这一块都没有，你看这个云在这停了，这个云在这停了，这里刚好有一个开口，是不是？所以这个光刚好可以照进来，这是可以形成火烧云的。而实际上我这边只画了一条光线，实际上有很多平行光线是这样的。你看我又画了一个最高点的一个平行光线啊，那对应的这个曲线呢是这样。你看，正是因为这两个云之间有这么一个小开口，很小的一个开口哦，但是太阳光完全可以照进来，所有的太阳光都可以照进来，把这边所有的云都照亮啊，所以这一天是100%会有火烧云。好，听明白没有啊？你回家一用，保证还是懵的，跟你说，因为实际的云图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学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要得到一个100%的结论啊，差不多就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这个云图预报云图不是100%的，没有一个100%的云图，所以你看的差不多，觉得有可能就冲就好了，说不定呢会有惊喜啊，当然也有可能会失望。这种呢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你概率高就足够高就行了，好吧？对，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实验几次，这个和你们的实际经验肯定是有关系的。你们计划几次以后呢，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云图。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也可能用立景或者用其他的软件。这边我这个想法就是大家看这里这条曲线，这个曲线的思路是实际上从一个上海的一个大学生他获得的。那个网站你们可能有人也知道，叫做 sunsetbot.top 啊，这个网站就是他第一个想到把这个直线变成曲线的，因为我们开始想的时候老是想不明白，就因为
本来是三维立体图嘛，特别难想清楚这个地方有没有光线进来。后来用他这个思路一想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就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线给画出来。如果你去他的网站呢，也能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图，它有一个模拟图，好吧？可以试试看。好，这就是预测火烧云的功能啊。这里给大家看两个图啊，这一个图呢，大家看地平线这边是不是都是云啊？看这张图。但是它云是不是依然被照亮了啊？因为它底下有个开口，就和我刚才那个例子差不多。尽管我肉眼看过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云，但是它因为在云的地平线下面有个开口，所以光依然照进来了啊。这一张也是这样啊。这两个我都拍了延时，如果你们去 B 站或者去油管看，都能看到我这个延时。好，再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有没有火烧云？有没有啊？不用睁大眼睛找，没有就是没有，没有火烧云。但是遇到这样的场景，你们拍不拍？拍，这个肯定的是拍，肯定会拍。为什么？这实际上不仅仅有火烧云啊，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大家愿意拍呢？因为这就是低云嘛，云系光。所以那天早上呢，我看了一下温迪，我一看啊，没有火烧云，一看都是低云，而且那个明显能看到低云有缝隙，有风也比较大，所以那天云动得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场面非常壮观。所以我们拍了差不多那一天拍了3-4个小时的延时，就拍这个画面。找到其中有一张耶稣刚好照到这个著名的地标上面，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有没有去过这里的？法罗群岛啊，在法罗群岛这个地方是在冰岛和苏格兰之间一个小岛，但是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呢？很多那时候不是Vikings 嘛，就是叫什么维京是吧？维京人去探险就是去出海，第一波晕船的人就在法罗群岛停下来了，不晕船的人到了冰岛了，所以冰岛的人笑话法罗群岛人都是晕船的那一波人。对。好，这张照片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倾斜银河啊，还挺好看，对不对？啊，你知道我刚到这个机位的时候什么样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都是云啊。为什么我那一天还决定去呢？因为我看到温度的预报啊。平时大家有的时候喜欢，比如看软件，它会告诉你云层的覆盖多少。那么我那一天一查呢，云层覆盖差不多60%左右啊，一般人可能就不去了，对不对？太多了。但是如果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60%的云都在你的身后，你还去不去？还是会去。所以我们记住，除非是100%的云层覆盖，那不用去了。只要60%、50%，甚至有时候80%，只要我需要拍的那一块没有云就可以了，好吧？我们来看看当天发生了什么，看一啊，都是云，对不对？好，银河到了最佳的位置的时候，云上。看到什么了？车轨啊！大家说这个车子是我开的吗？是不是我开的车子？还是不是？说是的举手啊，不是的举手。你看不是的比是的少，大家这么不相信我，不是我开的，好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开，但是我们走过去有点远，因为要走过一段下雪的路，就那个地上还有积雪，所以我实在不想走了。那个大夜里的走过去挺累的，走到车子那边还得一段时间，所以我就焦急的等待啊，看什么时候有车子。结果等了一晚上都没车子，把我急死了。但是在天亮之前啊，有一个可爱的卡车司机开着他的大卡车经过了，是一个18轮的那种大卡车。他开过去了，但开的特别慢，差不多花了1分多钟才开过这个弯道啊。但是呢，我当时15秒一张，我拍了很多张，最后把它合在一起拍的这个片。这是别人开的，不是我开的啊，我不认识他，说明一声。你看，大家都是有自己开车的经历的，所以都是自己开的啊。好，巧胜里面其实有很多功能嘛，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学习，没有说你自己买了就会了，没有这样的啊。去学习它其实也很简单，就去看视频就好了。因为巧胜做了很多的视频，40多期，但是每一期其实就10分钟，很短，所以你就可以用碎片的方式去学习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要看，当然了，这个视频比较无聊，没有小姐姐跳舞，所以你们看的会比较无聊。很多人都跟我说一看就睡觉，然后后来干脆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看啊。公众号也有很多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比如说一些作品啊，或者一些我功能介绍啊，也都有。还有很多用户总群，总群里面其实有很多已经非常会的用户，像今天来的人其实有很多已经会用了，但也有很多不会用的，所以在群里可以问啊。如果我没有回答呢，其他人也会回答你。还有小红书呢，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比赛，最近是一直在搞这个摄影，已经搞了3期了，每一期会选出2个获奖作品出来啊，获奖的人可以至少获得2000人民币的一个奖品，基本上每一期都有2000左右的一个奖品。你们就可以投稿，投稿也很简单，你就说这是用巧摄拍的，叙述一下怎么拍的，完了跟我说一下，做一个 hashtag 那个标签，说是巧摄小红书摄影比赛就可以了，我就能看到，就会
选入围。好，那在巧手里面，很多人看到这个页面就懵啊。我知道很多人一看到这个页面，会不会用？不会用，他首页不去点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记得，想用巧手你得去点它。看到不懂的一个参数呢，比如说这个方位角，有的人不懂什么叫方位角，那怎么办呢？你点一下这个方位角，就这个上面每一个白色的字都是可以点击的。你点一下呢，就会出现下面紫色的这个小弹出窗口，告诉你这个角度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现在就可以点一下看一看就知道了，都有的。任何一个白色的文字都是可以点的，灰色的是不可以点的，白色的是可以点的。如果是蓝色的呢，就表示你点它就可以改变它的值，这个意思啊。有的地方还有这种小问号按钮啊，你也可以点它，比如这个就说明什么叫彩虹啊，这个彩虹位置功能的页面的意思是什么？在你的屏幕的左下角还会有这样一个按钮或者这样一个按钮，你们看一看有没有？那个就是视频教程，你点一下就会弹出视频教程，弹出这样的一个窗口。这里面每一个下划线你都可以点它的啊，都可以点，你们可以点开就可以直接打开 B 站看视频了。